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莫 Sir。今日會同大家講嘅課題係牛頓運動定律嘅下集。喺上兩集我就介紹咗牛頓第一同埋第二定律，並且示範咗點樣用佢哋嚟解決一啲實際問題嘅。例如有一架手推車，如果我知道有邊啲力作用喺佢上面呢，咁我就可以用牛頓第二定律嚟預測佢嘅運動啦。但係當我哋思考關於呢架手推車嘅問題嗰陣，如果我哋淨係望住架手推車呢，咁我哋就只係望到成個情況嘅一小部分嘅啫。點解咁講呢？例如呢度有一個力 F 作用喺手柄上面，咁呢個力係邊個俾佢嘅呢？答案就係有一個人推佢嗰陣時俾佢嘅。所以手推車同埋推車嘅人之間係存在某一啲嘅互動。如果我哋要完整分析晒成個手推車嘅運動呢，其實我哋係應該考慮埋推車嗰個人先啱嘅。同樣我哋都可以問 W、N、F 呢啲力係邊個俾架車嘅呢？呢三個力都係地面施加俾手推車嘅，所以我哋分析呢個情況嗰陣時，亦都應該將地面考慮在內嘅。依家我哋想要分析手推車、推車嘅人同埋地面呢三個物體嘅互動。如果要明白佢哋之間嘅互動呢，咁我哋就需要聽下牛頓第三定律啦。牛頓第三定律係咩嚟嘅呢？佢就係咁講嘅：對於任何嘅力，必然存在一個反作用力。兩個物體互相向對方施力嗰陣，呢兩個力就必然係量值相同，並且方向相反嘅。呢度講嘅就係作用力同埋反作用力嘅概念啦。咩嚟嘅呢？我繼續用翻啱啱嗰架手推車嚟講解下。我哋暫時淨係集中考慮手推車同個人之間嘅互動先。依家呢架手推車就俾呢個人喺度推緊，所施嘅力就係 F。然後根據牛頓第三定律呢，當手推車俾個人推嘅同時，呢個人都會俾呢架手推車推翻轉頭嘅。而呢一個推翻轉頭嘅力就叫做反作用力啦。我哋依家暫且用 F' 嚟表示呢個反作用力先。牛頓第三定律亦都指出 F 同埋 F' 係量值相同，而且方向相反嘅。如果用今日嘅數學語言嚟講呢，就係講緊 F 等於負 F'。注意作用力同埋反作用力呢兩個名呢，其實可以調轉嚟用嘅。如果你話 F 係作用力呢，咁 F' 就係反作用力啦。如果你話 F' 係作用力嘅話呢，咁 F 就係反作用力啦。總之呢，呢兩個力都分別係對方嘅反作用力嚟嘅。咁呢個就係牛頓第三定律要話俾我哋聽嘅嘢啦。當我哋了解咗乜嘢係作用力同埋反作用力嘅時候，就可以比較全面咁樣掌握呢個推車嘅情況啦。我哋首先嚟睇下呢度嗰啲打橫嚟指嘅力先。啱啱就講到呢個人就俾咗個力 F 架手推車，而個手推車亦都俾翻一個力 F' 個人嘅。當呢架車受力之後，佢就會開始移動啦。於是佢就感受到來自地面嘅摩擦力細 F。但係由於大 F 係比細 F 更加勁呢，所以作用於手推車嘅靜力就指向左邊。根據牛頓第二定律，佢就會向左加速嘅。跟住呢，我哋就睇下推車嗰個人咯。依家手推車就俾咗個向右 F' 嘅力去，咁係咪就代表呢個人會向右加速呢？喺我哋嘅日常生活經驗裏面，呢個人係應該同架手推車一齊向左加速先啱㗎。既然係咁嘅話，作用喺呢個人身上嘅靜力就應該係指向左邊嘅。點樣先可以令個靜力指向左邊呢？答案就係呢一個人嘅腳板底下面係受到一個向左嘅摩擦力，而呢個摩擦力係比 F' 仲要更加勁嘅。喺呢一幅圖我哋就可以睇到，原來如果你想推喐一樣嘢呢，比起你兩隻手要夠力，更加重要嘅係你兩隻腳要夠力啊！當你用腳向後硬個地面嘅時候，地面就會向你隻腳施加向前嘅反作用力，令你向前加速嘅。好啦，依家手推車同個人都分別感受到一個摩擦力。為咗清晰起見呢，我哋就將手推車受到嗰個摩擦力叫做 F1，而個人受到嘅摩擦力就叫做 F2 先。
呢兩個摩擦力都係由地面施加嘅，所以根據牛頓第三定律，地面都會受到向左嘅摩擦力 F1' 同埋向右嘅摩擦力 F2'， 而 F2' 嘅量值係比 F1' 大得多嘅。換句說話講，原來地球係會因為呢一個人同埋呢架手推車嘅緣故而向右加速嘅。真㗎？係啊，根據牛頓第二定律，地球嘅加速度係 A 等於 Fn 除以 m，Fn 就係將呢兩個摩擦力加埋嘅值，咁我當佢係100個 n 左右啦。咁地球嘅質量 m 係幾多呢？就係咁大嘅。將呢個數值計咗出嚟，就可以得到地球嘅加速度 A 就係咁大啦。所以咧，千祈唔好睇小你自己喎。原來當你喺條街度行嗰陣時咧，你係對整個地球造成緊少少影響嘅。咁咧，呢個就係打橫指嘅力咯。跟住我哋又好快咁樣睇下嗰啲打直指嘅力啦。手推車同個人都係有重量嘅。呢兩個重力都係指向下，咁重力係由乜嘢施加嘅呢？就係由地球施加噶啦。所以根據牛頓第三定律，呢架手推車同埋呢個人都分別向地球施加咗向上嘅重力嘅。雖然手推車同埋個人都受到向下嘅重力影響，但係佢哋就冇向下加速，跟住陷咗落個地下度噶。咁係因為地面向佢哋施加咗向上嘅法向力，於是平衡咗重力嘅影響嘅。而根據牛頓第三定律，佢哋都分別向地面施加咗向下嘅法向力。咁呢，呢三個物體向彼此施加嘅力就大致列晒出嚟啦。咁我哋嚟簡單總結下先。牛頓第三定律係關於作用力同埋反作用力，佢描述嘅係兩個物體互相向對方施力嘅情況。呢度咧就總共有3個物體喺度互相向彼此施力，當中係總共涉及7對嘅作用力同埋反作用力嘅。呢7對嘅力分別就係：第一，手推車同個人之間嘅推力；第二，手推車同地面之間嘅摩擦力；第三，人同埋地面之間嘅摩擦力；第四，手推車同埋地球之間嘅重力；第五，人同埋地球之間嘅重力；第六，手推車同地面之間嘅法向力；同埋第七，人同地面之間嘅法向力嘅。手推車總共係受到4個力嘅影響，因為咁樣就向左加速。另外，推車嗰個人就總共受到4個力嘅影響，因為咁樣就向左加速。而最後地面係總共受到6個力嘅影響，因為咁樣就向右加速少少嘅。我哋將所有能夠諗得到嘅力都列舉晒出嚟之後，如果淨係集中睇其中一個物體，咁呢一幅圖就叫做呢個物體嘅隔離體圖啦。如果以後有人叫你畫出一個物體嘅隔離體圖呢，佢嘅意思就係叫你畫出呢個物體，然後喺圖中標示出所有作用喺佢上面嘅力嘅。咁呢，牛頓運動定律呢個課題講到呢度就暫時告一段落啦。嗱，依家你個腦裏面應該仲有好多問題嘅，例如其實法向力係啲咩嚟嘅啫？又或者當我望住一個物體嘅時候，我點知有幾多個力作用喺佢上面呢？要解答呢啲疑問呢，你就要睇埋下一課啦。力嘅種類係非常之多，我哋冇可能全部學晒嘅。課程裏面指定我哋要學嘅包括重力啦、電磁力啦、法向力啦、摩擦力啦、流體阻力同埋張力嘅。咩嚟噶？嗱，下一課呢，我就會逐個講解俾你聽。學識晒呢一紮嘅力之後呢，我哋嘅牛頓力學新手包就儲齊一套啦。詳細嘅情況我哋下一課繼續講，咁就到時見咯，拜拜。阿 Sir， 呢？我想問呢，你啱啱話如果我哋向任何物體施力嘅話，都會受到反作用力嘅喎，係咪啊？哦，係啊。呢？咁我想問呢，如果我打人一拳嘅話，咁我俾力佢嗰陣，佢都會俾翻個一樣咁大嘅力我嘅喎，係咪啊？哦，係啊。咁其實係咪即係如果俾人打我會受傷嘅話，咁打人嗰個都會受傷呢？嗱，咁又唔一定喎。首先呢，你好地地就唔應該打人嘅。
不過我哋都可以從科學嘅角度去討論下呢個問題。如果我哋講嘅係因為俾人打而受傷呢，咁呢個就係一個物體承受衝擊之後強烈變形，導致內部結構受到破壞嘅情況啦。咩意思呢？其實任何嘅固體喺受力之後或多或少都會變形嘅。如果變形嘅幅度唔係太大呢，咁呢個施力結束之後佢就會變翻做原本咁嘅形狀啦。呢個就係固體嘅彈性。但係如果變形嘅幅度太大，令到裡面原子排列嘅結構移咗位甚至斷開嘅話呢，咁佢就唔會變翻做原本咁嘅形狀啦。通常我哋話某個物體嘅結構受到破壞嗰陣時，就係講緊呢個情況。唔同嘅物料承受衝擊嘅能力係唔同嘅。例如你用相同嘅力度打落一嚿鐵度同打落一張紙度，嗰嚿鐵可能會冇事，但係張紙就可能會裂開嘅。同樣道理，人體嘅唔同部位喺唔同嘅姿勢之下承受衝擊嘅能力都係唔一樣嘅。有啲身體部位受少少力就會受傷噶啦，亦都有啲身體部位係可以承受比較強嘅打擊嘅。另外，出拳嘅姿勢都係有講究嘅。如果姿勢啱嘅話，手臂就可以承受比較大嘅衝擊，但係姿勢唔啱嘅話呢，出拳嗰個人可能反而就會傷到自己啲關節嘅。所以出拳嗰個人同埋俾人打嗰個人雖然受力嘅大細相同，但係受咗力之後嘅結果就未必係一樣嘅。哦，原來係咁，學到嘢，學到嘢。咁仲有冇其他問題？冇啦，Sir。好啊，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